嗨，大家好！现在呢，我已经来到了西坊大院这一片文化创意街区。就以前呢，就是一些工厂啊，这边呢还是很有情趣的，开了很多的小店，养了2只胖猫在这里。既然来了呢，我就到里面去逛一圈吧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，也算是微改造吧，就把以前的这种工厂老的街区啊，经过一些创意啊，当然也调整了一些布局，就引入了很多的文化元素，还有就时尚的元素，尤其是符合年轻人的胃口。我觉得我们这些稍微上了年纪的人也是喜欢到这地方来逛一逛的。你看，保健食品厂，1980年的一个工厂。我是前人的。其实这边呢有很多的工厂和厂房啊，就大部分呢都已经进行了改建，但是还有一些呢保持着原貌啊，就可以看到，你看啊，这些以前的这种留下的房子，有很强的历史的痕迹。当然我觉得这边比较好的呢，就是大部分的这些旧房子改建以后啊，都还是搞出了各种各样的商店啊，就大家还是觉得蛮好的。你看这个墙上装点了很多的照片，我觉得这些装修呢都不是什么高格调的，但是呢看上去还是比较温馨，跟这个环境还是比较符合。看这边有很多的绿树，很多漂亮的这些花草，就装点这旧房子，显得更有一种韵味儿。这边有专门的室内停车场。你过吧，你先过我照着看。好。好。一线河景，60年红砖瓦房群落。
这里呢，就是关于西方大院的一些介绍、导览图等等的。今天来好像感觉比以前热闹了一些，又开了很多的小店。这些小店呢，都是卖一些手工艺品啊，各种体验，这我觉得特别好啊。你看啊，这个小广场呢，就是铺满这种碎石，边上呢保留的这种砖瓦的房子啊，对，看上去还是蛮协调的。虽然呢这些墙体啊都是斑驳，有很多油漆脱落啊，但是就是那个味儿，就留有以前那种味道，觉得还挺好的。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对面这个大楼上啊，还竖了很多以前的这种广告牌、文字啊，让城市留下记忆，让人们记住乡愁，这应该就是主题吧。上面拍过来，先把上面拍过来。你看啊，这个西方大院的介绍，一大面的墙，这我就不一一念了啊。这以前呢，就是番禺这边的一个乡村工业区，有很多厂房。慢慢的，随着时代的变革，这边呢就荒废了，就有一群年轻人呢到这边来进行一些再创意、再创造。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片啊，深受年轻人喜欢的文化街区。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。你看啊，这个挂着很多的灯笼，各种款式啊，非常讨喜。我知道我的身后呢有一个西坊的公园，我上次专门去转过了，那今天就不再专门去公园了。我们还在老街区呢随意的骑行一下，然后再找回丹山河道，看看怎么能够再沿河的骑回去。这就是我今天随意骑行的一个打算。现在呢，我还在环城西路上。我的理解啊，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，就这个环城西路呢，有点像一个以前的这个城墙的这么一个道路啊，就跟上海啊，像人民路、中华路就拆掉以后呢，就变成了一条马路。因为我那天走到市场里面呢，还有环城东路等等，回去查一查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么一回事。右侧是工农大街2巷，就是文革留下来的这种名字。
这就是市桥老的街道。就各位朋友，大家对这样眼前的景象作何感想？有愿意向往到这边来居住吗？生活吗？还是说这种街道应该远离？就每个人可能想法不一样吧。那我觉得呢，就是偶然到这边来走走还是蛮有意思的。虽然这边呢窄窄的街道经常会面临着乱停车，给大家不守规矩的这种状况。现在还在环城西路上，因为市桥这边的路呢都是曲曲弯弯的，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是骑向哪里。现在呢，骑过了大北路了。再额外搜索年份是余山大道，不是大北路啊。又来到了新大兴的百货门前了，前几天还经过这里。前面的就是光明路啊。那看来呢，我还是得要在这边准备往回骑了。市桥的路真的很绕的，你骑着骑着就跟你想象的就不一样了。现在呢，我还是离开了市桥水道方向，从这个光明路呢往回骑了。经过繁华路。
好，现在呢，我已经转入到侨兴大街了。今天就干脆直接从侨兴大街转到市广路，直接回去了。我的右侧呢就是市桥地铁站了，3号线的地铁站。现在呢，骑过东环路和西环路交界的这个路口，前方呢就是市广路了。左侧呢就是大罗塘珠宝城了。你看，很多人卖水果啊。原本右侧呢是一个民营医院啊，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金堂酒楼啊。这边还有一个竹溪酒楼，就在左边村的村口。唯有现在骑行的这条市广路呢，已经成为一条交通要道，而且修得相当不错。但是呢，就剩下左边的这些，你看村屋，左边村村委会就这里。
经过富豪山庄。现在马路边上，你看到处都有这种小的商圈啊，最起码有一些这种咖啡店呢、轻食啊，还有跟生活相关的一些小店，就使得这个马路呢有了一些生气。马路对面呢是小罗塘村，这村里呢还是那种村风的模样。前方呢就是东一路了，我来的时候就从东一路走的。好，我已经回到了市广路这一侧了。再往前走一点呢，就是市广路地铁站了。好了，又回到了祈福新村村里了。刚刚去过祈福的交通中心。我的命还不又回到了祈福冰峰会这边的大道了。
祈福缤纷会呢有电影院啊，叫哈艺时尚影城，我的右手边就是。但前几天呢，我女儿带着我来到了左侧的老会所里面呢，也是哈艺时尚影城，就那边有更大的电影放映厅啊。就有时候现在跟着自己的孩子去看一场，无论是他喜欢的还是我们共同喜欢的电影，都是一种享受。而且这边的电影啊，还是电影院啊，我觉得是座位还是很舒服。而且现在这个电影院里头也想了很多的办法啊，就希望你能够消费。就它的那个座位后面呢，它是有带按摩功能的，它会给你体验个几分钟吧。当然，你要扫码愿意付款的话呢，你就可以一边看电影一边享受这个背部的按摩，也挺舒服的。当然，我是不愿意花这种冤枉钱，因为家里就有个按摩椅。而且呢，这种电影的这种环境啊，就整体搞得相当不错。那天看的是一个3D 的电影，所以呢，门口他还派发3D 的眼镜，好像也是要花点钱的吧，10块钱一副好像。然后你就会欣赏这个久违了的这种3D 场面，对，还是蛮有意思的。所以呢，在祈福缤纷会啊，这个商业街区，就基本上你能够想得到的这种购物也好，小型的娱乐也好，基本上也都应有尽有了吧。所以作为村民呢，你不用去到市中心啊，就可以在这边逛逛街，吃点东西，然后看趟电影，再走回去。我感觉还是蛮舒适的一种氛围。当然，我指的是像小孩，还有就是退休的老人，就更加的自如。但是对于每天上下班的人来讲的话呢，进城毕竟还是有点路啊，而且现在堵车越来越严重，所以这也不是一个什么好事。现在呢，已经回到了村里学院路上了。凉风习习，因为台风的缘故，可能路上也飘了几天雨，但总的来讲呢，还是阴天，气温不高，适合骑行。我今天呢就去了市桥，主要是沿着丹山河道沿河这么去逛了一圈。骑的相对比较慢啊，骑的路程也不算太多，大概到家呢是18公里，因为我今天是带着码表出门的，就这点距离呢，2个来小时啊，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健身骑行的距离。那我们今天呢就骑到此为止了。准备回家啊，吃个午饭呢，就可以看郑钦文打进东京这个网球公开赛啊，看看能不能争夺冠亚军。那就看今天首先能不能进入4强啊，我们还是期待他再赢一场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回去休息、吃饭、看球了。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。
我们下次出门再见。拜拜。